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8月份你们整体的运势啊，在8月份会有怎样的好消息，或者说你们整个人在8月份会有怎样的成长和改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在大家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力量牌啊，我觉得8月份你们需要借助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或者说某种信念吧，来迈出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或者说做出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8月份其实是有一股内心深处的力量在推着你们往前走的。能够帮助你们克服一些外部的阻力吧。这张牌我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外柔内刚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吧，就是你们看起来可能并不张扬，很低调，很内敛，但是你们内心深处充满了力量，是一个不屈又孤独的灵魂。那么第二张死神牌呢，我觉得就是8月份其实你们是需要克服一些黑暗的，就是有某种黑暗的能量，让这张就是说这种黑暗可能是你们身处于黑暗当中吧，但是这张力量牌呢，就是你们自身，你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啊，有一种复原力，就是这种隐形的内在的力量，能够让你们在各种各样的状况面前保持镇定和坚韧。所以这两张牌放到一起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就是说这张死亡牌啊，这种黑暗的能量，它需要你们去穿越这种黑暗，那么这就需要你们有一种很强的钝感力啊，这种钝感力就是一种迟钝的力量啊，从容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伤痛啊，坚定的朝着自己的方向上前进，它是你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吧。所以我觉得死神牌首先8月份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割舍掉一些东西吧，和一些东西做告别啊。那么宝剑七的话，就是你们的身上隐藏着很多的秘密啊，就是你们在背负着一些很沉重的东西往前走。那我觉得这张牌8月份这种秘密，可能你们会选择把它说出来，或者说你们之前背负着的一些不甘和委屈，或者说你们遭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在8月份会把它公诸于众啊，洗清自己的名誉，重新开启新的人生啊。那么星币二的话，我觉得8月份的话，你们可能会同时去做2件不同的事情吧，同时去推进2个不同的项目啊，而且同时去做的这2件事情，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啊，可能你们会从一件事情里面发现另一件事情，解决另一件事情的方案吧。那这张吊人牌呢，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为是8月份啊，你们是带着一种决心的，就是决心要把某件事情做成，所以头悬梁锥刺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也是刻意的把自己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边啊，以克服掉各种诱惑对你们的干扰啊。所以8月份你们带着某种坚定的决心要做成某件事情，是有可能会拿到大结果的。那星币4的话，我觉得8月份尤其在财务上面，你们要保持这种谨慎和保守吧，开源节流的感觉，克制自己冲动消费的一种欲望吧。而且呢，星币4也有一种课题分离的感觉，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啊，不要让你们的能量被外部世界的一些关系或者说琐事所消耗啊，而且要善于去屏蔽掉一些噪音，专注在那些你们认为重要的人和事上面啊。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它更多的带来的是一种专注的能量，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同时8月份也要抓大放小，就你们要弄清楚8月份你们要做的最重要的并且最紧急的事情是什么，把那些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权杖1这张牌很明确的一点就是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人给你们发来消息啊，会给你们抛来橄榄枝啊，可能是工作上的一个机会，有可能是过去的某个人会重新和你们取得联系啊。那么8月份得到这个消息，或者说某个人给你们抛来的橄榄枝，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们一整年的转折点。那么这张逆位的宝剑侍卫啊，我觉得这张牌是在提醒你们，8月份你们可能要有意识的提前开始准备一些东西了。比如说参与到的一个考试啊、竞争，或者说某个项目，如果你们能够提前开始准备的话，那么你们会得到很大的先发优势。那宝剑侍卫的话，可能也因为它是一个逆位，可能8月份有一些东西会提前到来，就是有一些事情的进展比你们想象的要更快。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神谕卡 Ascension 啊，Ascension 它其实是一个你们的人生会重新开启一个向上的通道啊，它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或者说你们整个人的整体运势会触底反弹。那么这张 Inner Journey 啊，
内在的旅程，就是8月份你们可能会经历一种精神层面的蜕变啊，有一种内在的心灵创伤的疗愈、重生的喜悦，就是你们在经历了一些难以言说的事情之后，整个人在慢慢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蜕变之后的自我，它是有一种不破不立的感觉，就是有些东西必须摧毁，你们必须放弃之后才能够迎来新生。那如果你们害怕改变，那么你们就得去改变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啊，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就你们害怕什么，就要去面对什么。你们必须坦然的面对，才能够解决掉、克服掉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课题。因为你们解决不掉的那些课题，它会反反复复的出现。你们必须要打破那些你们害怕的东西，才能够获得新生啊！所以一定要勇敢的放下和审视过去的自己，通过不断的复盘总结。摧毁又重塑啊！虽然说这个过程会很痛苦啊，但是这是你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女皇牌啊。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成熟吧，就是8月份你们整个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在思想层面上会想明白很多事情，看清楚很多问题的本质，或者说你们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其实你们不知不觉的有了一个很大的成长。女皇其实它更偏向于是一种很柔软的顺其自然的状态，就在很多事情上面你们会变得会懂得变通，会懂得妥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也是在提醒你们，就是8月份遇到的问题的话，不是硬着头皮就可以解决掉的，需要你们去灵活的变通，甚至是另辟蹊径，才能够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这张权杖4呢，我觉得8月份的你们，其实在人际关系上面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的，会和某个特定的人有很紧密的连接，有非常密切，这个人会和你们有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和联系吧，有可能是感情层面的，有可能是工作事业上的一种合作会达成啊，或者说有人会在8月份，要么是你们自己，要么是你们会收到周围人结婚，身边的朋友结婚的消息啊。那么这张逆位的宝剑一呢，我觉得在8月份啊，你们可能是有一些计划会提前执行，而且逆位的宝剑一，我的感觉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说这种变化其实突如其来的变化，事后来看对你们是有利的啊。但是呢，当这种变化来临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手足无措，但是会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计划，最终的结果会证明你们改变的计划反而会帮助你们提前的拿到一个事情的结果。所以说逆位的宝剑一和这张正位的圣杯一啊，我的感觉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就是你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反而会让你们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得到一些额外的东西。那么圣杯一这张牌呢，其实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创造力吧，就是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涌现出来，有助于你们创造出一些艺术的作品啊。而且8月份适当的表达会对你们的工作啊、学业，包括人际关系都有很大的帮助。你们有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的表达出来啊，因为适当的表达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成熟的自我认同感。你们之前可能没有机会去探究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这使你们很难去认识到真正的自我，弱化了你们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所以说这张圣杯呢，其实就是在鼓励你们啊，8月份要多去表达自己，多去交流啊、沟通啊，多产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思想的碰撞、观点的融合，对你们的成长会非常有帮助啊。而且圣杯的话，我觉得8月份你们可能会收到一些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人对你们的认同和肯定吧。那么这张权杖8呢，我觉得8月份你们可能会在自己的冲动之下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做一个决定啊。这种冲动它是带有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的，就是打破旧有的规则和枷锁。可能你们早就想去做了，但是因为自己不够勇敢，或者说因为一些客观条件的阻力没有去做。所以说这个权杖8就是在冲动之下会有建立新的规则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我觉得这种冲动短期来看，你们可能会因为这种冲动失去一些东西吧，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你们的成长会非常有帮助啊！不要抑制这种强烈的冲动，反而要鼓励自己。因为这种冲动背后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啊，彻底的独立，成为真正的自己啊。
那么权杖侍卫的话，我觉得8月份你们可能会去尝试和探索一些新的东西啊，就开启人生的探索模式和随机模式，可能会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和事，不要抗拒一些新的东西啊，进入到你们的认知和生活里边，让这些东西来带领你们，因为你们接触到的新的观点概念啊，会给你们带来新的生命能量。那么圣杯国王呢，我觉得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很温柔的人啊，良师益友般的角色，能够给你们提供很多指引和帮助。而且这个人是水象能量，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在这个人的身边，你们整个人的情绪能量会非常的稳定啊。所以8月份会有一个给你们兜底的这么一个人啊，无论你们想做什么，这件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能够在你们的身后帮助你们，或者说拖住一件事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逆位的宝剑骑士呢，就是8月份要控制节奏啊，可能说和这张权杖8有关，就是有的事情你们会可能会有很大的热情，但是又会3分钟热度啊。那么宝剑骑士就是控制住节奏啊，细水长流，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那么控制节奏的另一种层面呢，可能是你们内心深处有一种焦虑吧，就是很害怕落后，一直都在追赶别人，内心深处有一种匮乏感。这种匮乏感会让你们在心理还是生理上都感觉自己缺少一些东西啊，会不断的让你们想要得到更多，追求更多，然后不断的追赶，不断的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裹挟着。那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要在8月份慢下来，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真正自己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是什么啊？你们要记住，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你们不需要多完美，你们也依然可以得到幸福，也可以被爱，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所以说逆位的宝剑骑士就是，如果你们之前一直都在赶路的话，8月份你们会慢下来，只有当你们慢下来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那些琐碎的美好和幸福。那么这张 transformation 呢，我觉得8月份的你们会经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吧，就是有可能你们经历了人生的某种风暴之后啊，完成了一种彻底的自我重建。类似于涅槃重生啊，焕然一新啊，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把自己拼接起来。那么你们整个人在经历了这种风暴之后啊，能量会发生一种极致的转变啊，这种转变就是你们会变得更加的松弛，这种松弛来自于你们的经历啊，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感觉。而这张feminine energy 呢，就是说一种女性能量啊，以柔克刚的感觉，就是8月份你们会感觉到自己被一种柔软且坚韧的力量所保护、所包围啊！这种女性的力量其实是在告诉你们，8月份不要主动的去制造冲突，而是更多的是软化这种冲突啊！它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用柔软的手段解决一些问题，而不要直接的去对抗，因为对抗很有可能会消耗到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第3组牌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是宝剑女皇啊，这张牌给我有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感觉啊，就是8月份要有一个彻底的切割，而且宝剑女皇它也是一张风向能量的牌啊，就是因为风向能量的牌有一种无情在里边，要把自己从情绪化的泥潭里边抽离出来，完全靠着理性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这样的一张牌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这样的一种绝对理性的状态下，才能够更好的处理一些事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对自己下狠心的过程啊。你们可能是在一些人生重大的问题上面，你们整个人是很情绪化的啊，你们的目标很大。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这种压力和重任，所以说你们必须要让自己完成这样的一种进化和成长。宝剑女皇，我觉得你们会经历一轮非常深刻的成长和改变吧。那么圣杯骑士的话，我觉得8月份会有一个人给你们带来好消息的，而且可能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会带着圣杯来找到你们啊。可能是一种关系的和解。也有可能是这个人会给你们带来一个机会啊，反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会给你们发来消息。那么这张权杖9还有这张宝剑10啊，这2张牌我觉得可能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刚刚经历了一些感到心碎的事情吧，经历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啊，你们经历的这些事情让你们意识到自己好像没有你们
想象的那么强大啊，就是你们一边在恐惧着自己的脆弱，不敢向他人打开内心，也不敢向别人袒露真实的自我，甚至可能对人际关系也有一种不信任吧。害怕被拒绝带来的这种失望感啊。但是我觉得权杖九啊，包括宝剑十，其实你们如果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强大，反而是一件好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其实是在接纳自己不够强大，也是不够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你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反而能够让你们更好的看清楚最真实的自我，接受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反而是你们变强、变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 Justice 正义牌啊，我觉得正义的话呢，就是8月份的你们啊，你们的人生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正义牌可能预示着会签署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和合同啊，而且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有的人是长期被压抑的，可能在工作当中、人际关系里面受了委屈啊。那么正义牌这张牌就对应到8月，你们是有机会说出某种真相，或者说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的。那么正义牌就是你们的努力会得到回报，会得到应有的回馈啊。正义的天平会向你们倾斜，而且你们的身上可能是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的，就是你们的这种正直的性格可能会得到一些人的赏识。那么星币一的话呢，我觉得8月份可能会有一笔意外之财啊，或者说有人会给你们抛来一个机会，要么就是你们自己发现的某种商机，能够让你们快速的赚一笔钱。那么星币一呢，你们8月份的话，整体的财运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星币九这张牌，我觉得你们可支配和可调度的资源在8月份会集中的释放出来啊。星币九的话呢，你们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去支配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啊。这张牌在我看来是一种松弛感啊，就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松弛感啊，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从容自信的魅力和气质。那么圣杯十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星币九，一个是圣杯十啊，我觉得这两张牌都是非常好的牌啊，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圆满。就8月份你们是能够得到很多简单的、纯粹的快乐和愉悦的，尤其是在人际关系这个课题上面啊，你们可能会克服一个很重要的心理障碍吧，就是游刃有余的去处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它是会有很大的改善和好转的。而且这两张牌也暗示着你们在8月份会有一种秩序的回归吧，就是你们会回归到去到一个和自身相匹配的环境当中，回归到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里边，不再内耗，不再委屈自己，也不再自我否定，就你们找回到了一种节奏吧，一种和你们自身相匹配的节奏，你们整个人才会变得更从容、更松弛啊。星币九其实就是找回一种自信的状态啊！你们之前可能一直有着很强的不配得感，总是在焦虑、患得患失或者如履薄冰。那么星币九就是8月份你们会彻底的打开自己，不再去纠结那些没有答案的人和事。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啊 ，Divine Timing 啊，它就是一种神圣的时刻吧。这种神圣的时刻会在8月份出现，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那种自我的觉醒。就是你们能够明白你们人生的终极课题是什么，可能是就是突然的想明白你们要为自己而活啊，你们要承担起自己人生的课题啊，有一种就是这种觉醒和顿悟的这样的一种能量释放的感觉吧。就是8月份你们会在自己最需要被调整的时候自我修正，重新找回那个还有冲劲和动力的自己啊。这种觉醒的状态就是你们会意识到生命的过程就是做自己、成为自己的过程，而且还会看到你们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这个时候你们会对自己的生命形成一种无形的掌控，就是你们突然的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该去往何方。那这个时候在8月份啊 New Beginning 啊，你们的人生就会开辟出一条新的跑道啊，一种新的人生的可能性会出现。你们会意识到原来你们还能这样活，你们会在这样的一种黑暗和苦难当中啊，寻找到绽放自己的方式，并且呢在下一个清晨得到新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